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意见与看法。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叶建中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吉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呢，美伊两国之间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那么14点的条文谅解的这个条文重点哈，我们上礼拜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但是这14条的谅解备忘录的内文呢，是不是止不了战火？因为中东的战火呢，这2天又开打了，但还好是小打而已。那伊朗方面呢，直接踩到了美方最痛的红线啊，是荷姆兹海峡通行的事情。川普呢，因此还放话说，如果敢收通行费的话，那整个协议就不算了。那川普呢，急着收拾伊朗的局势，当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自己的面子，背后是不是更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好，刚才说小打事件，在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起因为何啊？起因就是呢，长荣海运旗下的货轮长利轮，这个长利轮呢还挂着新加坡的旗帜啊。它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呢，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还好受损并不严重。但是川普对此大为光火，他痛批伊朗愚蠢，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放狠话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结果真的很快啊，就看到了美军中央司令部连夜展开空袭报复，锁定的目标就是伊朗境内的飞弹，还有无人机储存据点以及沿岸的雷达站。伊朗也不是吃素的，革命卫队立刻强硬表示，已经成功挫败美军在西里克地区的空袭行动，并且警告任何新的挑衅都会遭到迅速跟果断的回应。另一方面呢，针对川普说伊朗要买美国农产品的这一番发言呢，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公开嘲讽美国，他说美国只会出口黄豆、跳票承诺，还有垃圾话。看得出来，美伊双方在脆弱的协议架构之下，彼此之间的互信几乎是零。现在才刚说签完这个 MOU 啊，虽然说我们说很脆弱，但是就看到了长荣的货运在荷姆兹海峡遭到袭击，结果呢，造成了美伊双方又出手互打。那这样的零星冲突，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还要60天之内才会继续的讨论相关的细节啊。不过接下来这个零星冲突是不是很难避免会一再的发生？大使你怎么看？那但是就算发生零星的冲突，也不至于会扩大成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或对抗吧？对，这个零星冲突大概会断断续续一直发生啊，一直到川普大概选举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能避免的啊。那不过这一次很奇怪的是，伊朗先动手。应该是美国先动手啊，对，每次都美国先动手，要不然就以色列在后面烧火。这一次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伊朗先打，而且打我们长荣的这个船只啊，是不是旗并不是挂的是，好像是新加坡籍的哈，挂了新加坡的旗。所以这个是不是选择性打的不晓得？他没有走在规范的航道上，所以挨揍了。是对，在伊朗规定的航道离开了，对不对？对 ，OK。那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航运公司还是不觉得为什么要听伊朗的，这本来是公海啊，那伊朗就变得你如果试探的话，大概伊朗就是说你如果试探的话，我就出手。对，不过基本上不是打得很致命啊，对，还是造成伤害。我这个出手就变成，其实伊朗这个还是蛮狠的，他画出来的规则啊，还是要大家遵守。也就是说，短期内不管是货轮也好，邮轮也好，都得按照伊朗所画出来这个航线，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再被打。那我看就是说，这就是表示说，他画出来定的规矩，它是刚性的。我不管你谁，你只要这个不照规矩做，他就出手，那大使也不计后果。那美国当然你打我就打你，那可是今天早上伊朗又说他已经攻击海湾地区美国的设施啊，对，美国现在还没吭气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还是等比报复，所以美国出手打的也不算狠啊，美国也就是攻击一些军事基地而已啊。是大使，那你怎么看？因为刚刚讲说14项这个协议啊，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讨论哈。
但我们常常说是脆弱的一个协议。您觉得脆弱在哪里？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变数？我想大家都认为脆弱，不过我自己觉得是比我想象的要不脆弱。这些小打小闹，事实上还是继续，还是不会影响双方的谈判主轴进行。大方向是固定的。对，30号有第2轮的技术性谈判，要开始，那是也在瑞士哈，所以我们现在观察点就是看30号这个技术的谈判会不会停止。那对骂的话，那都是越骂越难听啊。对，双方已经都口出这种都是，尤其川普都直接在他出手球骂，也没把伊朗激怒啊，伊朗还是派人去了。那伊朗现在反唇相讥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还是要看身体怎么动，不要看他嘴巴怎么动。那身体动的话，我觉得下一个指标就是说6月30号。那现在双方都没有说6月30号咱们不谈了，所以大局看起来对两边来讲还是谈比不谈好。那小打这个无伤大局的小打还是会发生。所以30号您觉得至少要先搞定哪些事情？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主轴应该就是说美国怎么样在这个对伊朗的这一些怎么说呢制裁中过去的制裁中怎么样把它落实，怎么样把它这个一一的让这个过去的制裁把它取消到对双方都有利。因为这些制裁的话，现在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伊朗的石油从某种部分也会影响国际石油的供应。它的能不能供应的话，现在美国就已经他自己也要开始买伊朗的石油了，对，他自己也在买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家就找有利的方向走。因为川普可能会认为制裁对美国不利。所以今天就是说放开制裁对美国跟伊朗都有利，那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会去走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伊朗的核武问题还是会谈，可是进展会很少。那现在重点可能就在荷姆斯海峡怎么样一个在双方都同意的管理原则之下开放。看起来美国也没有说呼吁要把荷姆斯海峡就完全开放。如果说伊朗想要在这里面设关设卡赚点小钱的话，那美国就说，那我也要参一份。所以大家是这样分析起来，美伊之间就是不信任嘛。金哥怎么看？我想这个国际社会中尔虞我诈，这个台面上能够就是说还是小打小闹，这个打谈谈，这是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完全回到从前，我觉得这是很难，很难。所以这个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我接下来要请教您就是大家在这个美伊战火之后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中东秩序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透过了卫星影像还有解密访谈，他们揭露了美军位在巴林，也是中东唯一的海军军事基地早就被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给彻底打穿了。而且直指核心的说呢，包括美军的基地指挥总部至少12栋战略建筑，2座卫星通讯终端设施都被伊朗精准的消灭，化为废墟。那也彻底暴露了美军在中东军事基地的防护弱点。所以报道指出呢，华府正在重新检讨整个中东未来的军事部署，包括呢缩减部分驻军、调整基地位置，还有呢把重要指挥中心地下化，甚至考虑把部分军事功能呢向西移动，避开伊朗飞弹跟无人机的威胁。当然，这些讯息跟动作呢，海湾国家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一场去美化的区域联防风暴正在中东成型比如说，像是阿联呢，就直接找上了印度，紧急密谈采购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飞弹，还有包括像是阿卡什迪尔防空系统。当然，也持续跟南韩合作建立 K9 自走炮的生产线。而沙特沙特阿拉伯呢，则是在近年不断的采购中国大陆制的武器，进一步的也跟巴基斯坦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也就是说，过去海湾国家呢完全寄希望于美国但现在呢选择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不再全部压注在美国身上。所以，靖哥，我们看到是在美军这边要展开他们的新的中东部署但是现在连自己呢，不管是公信力也好，或说这个安全保障也好都被海湾国家怀疑所以未来说，像区域联防或者是多元的军事合作模式，您觉得会是新中东的一个态势模式？
我想啊，先从讲这个军事基地的重新部署，或者整个我们称它为盘整或者重新洗牌。我想军事基地的设置啊，有3个条件。第一个要满足它的这个地缘战略或者用兵需求。对。第二个呢，它要有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或者配套资源。第三个呢，它要有足够这个预警或者说是防护措施这些的能够满足。所以这3种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这一次它受伤这个惨重，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军事设施，通常有下列很多种手段：加固、伪装、这个隐蔽、备份、反制、疏散、干扰、这个替锁，很多的这软性的条件或者硬性的条件有很多。但是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譬如说你的很多的雷达的阵地或者这个电侦接收的阵地，你就是要往前推。你那个时候，所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冒着某些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些是可以改善，有些也很难改善。譬如说，它很难找到这个强固的山体或者地下化，因为在这个中东地区地理的条件或地质的条件没有办法做到。对。那至于呢，您刚刚所讲的有关就是另外去建立所有相关的军事关系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啊，他们原来是把美军拉进来撑腰美国的盟国，结果盟友这个抓进来，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打的都是他们。对，那他们自然也不会将所有鸡蛋压在以后都放在一个篮子，另外去建立这个其他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大家可以体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大家必须要承认，美军的军备生产的体系现在是这个章法大乱。各种延迟交货，不是光只有我们台湾在那边骂翻天了，但是它就是交货会迟缓。也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制造业还有军备生产体系，现在也是乱了。很多人就是打死，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的执政高层，打死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摆明的海湾国家知道了你的能耐就这样，你将来我向你订东西，很可能到时候也是延宕很几年弄不了。那在这种状况，我另外从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系统，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自然需求。分散风险对的。原先以前都是以美国为主。认为美国的保护伞可以把大家保护得好好，但这一次呢，完全破了功。你已经不再是民主的或者自由的兵工厂，你是一个一直拖欠的货物交不了货的兵工厂所以海湾国家的决定，或者说他们接下来的计划，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那如果说这个安全架构正在重组呢，接下来恐怕，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川普不断的口口声声的讲说，美伊的这个冲突呢，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快就能平息了。那这个美伊战火结束，为什么那么想赶快的结束战争呢？就是因为后面跟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有关吗？好，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他日前透露说，美伊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希望未来伊朗重新回到美元体系，以美元计价石油出口。所以大使刚刚不也说了吗？现在连美国也买伊朗的石油。好，那聂老师我们看到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是在协助伊朗重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是华府希望透过石油美元把伊朗重新拉回美元结算的网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政府现在要面对一个接近突破39兆美元，还在不断创新高的美债黑洞还有单日首度破兆、来势汹汹的石油人民币的威胁，所以呢，必须要加紧重新巩固石油美元的霸权。美国打算算这个算盘也很精就是要放宽伊朗美元的结算，再把伊朗被解冻的海外资产锁在卡达、杜哈，逼他们只能够回来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跟药品，然后强行的把资金呢转进到美国。所以我要问的是，一旦美元霸权，因为现在我们讨论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遭到动摇的话，其实是川普担心的那如果一旦受到挑战，对于美债的直接冲击，怎么评估？何荣讲到美国算得很精，我觉得美国算得不精。美国秉持的是他过去的霸权，他认为他想要做什么都做得到，他算得很大概，他会自以为是可以达到他要的效果，不精。那我先讲一下，美国的确是非常有霸权，它有2霸，就像一只老鹰，大家都知道它图腾就是老鹰。这个老鹰有2个最厉害的东西，一个是翅膀，一个是爪。它到深海中可以到海里面把伸长了把比它还重的这个食物就把它抓起来了，这是它的军事。
非常之厉害。可是大家知道，这一个大人啊，从军事实力来讲，大人跟小孩斗，打到自己快脱裤子了，有没有？这个要签的是美国签，伊朗其实也不会太认的。他所做的这是，我想爪子已经钝了。为什么？就是刚刚张晋讲的非常清楚，消耗战它不对称到打不起，它已经兵工厂。1990年、40年代的世界兵工厂早就不是打得一片大乱，他现在怎么做？他以前是全国兵工厂，现在根本没有后勤能力，他所有制造业空洞化，那就是他 MAGA 最主要原因嘛。他怎么去后勤？所以他一定会延迟交货。所以这明白，台湾我也必须讲，这真的不是打死不认，你知道吗？他们对美国太有信心，根本不知道美国现在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不是世界兵工厂。我先讲。对，第二个，它的翅膀太厉害。长臂管辖大家听过吧？长臂管辖用的就是美元 ，US dollar 和 Germany 大家都听过。从1973年2月23号，照理讲破解啦。尼克森在1971年8月15号宣布不会再维持 Bretton System。Bretton System 就是一个美元后入黄金，但是因为它贬值到不行，它无法从35跳到38去 peg 1盎司黄金的时候，他认输，他不要。结果去弄了石油嘛，这个是过去式了，1974的事情。但是扣住石油，就石油美元还是霸权，长臂管辖，全球必须用美元结算。现在问题来了，他在中东两手策略，其他的海湾国家全部必须用石油清算，美元石油。伊朗我制裁你，我不让你用美元，全世界都没有，我不让你用，你就走不出去了，你死定了。对，他做了另外一套啊，有中国在后面。当中国崛起之后。中国85%以上的石油都通过，现在都经过 CHIPS， 什么东西呢？人民币的这些跨境的支付系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成功让伊朗真正能够输出给中国，而且它的成本就远低于其他绕过美国的方式。那美国就用 SWIFT 嘛，如果还是用 SWIFT， 讲不好听，他要伊朗倒，伊朗掉；要伊朗停就停。所以伊朗走过这一段以后，避开之后，他第一个做到了。它的石油贸易结算呢顺当了，当然也扶持了人民币啊，它的这个起来。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它避开了美元的监管。那你觉得美国赢了吗？美国当时想一想不对，一直制裁它有很多金融制裁，还有那个 IPI 管道的制裁。你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IPI 管道，大家都知道，查一下就知道哈。最重要的就是说经济制裁里面就是这一块。好，那这个制裁以后，那美元发觉不对啊，伊朗现在好像也不弱，而且有中国在后面，这样不得了。他现在你刚讲的很聪明，对不对？做了一个重大的制裁的豁免，这是40年来第一次。根本不惊，他怕了嘛，等于立场软化。对他伊朗的出口的石油，这个还有它的石化产品，包括全部你现在来用美元，对，来用美元，你知道美国现在霸权真的很难以维持，将来啦，因为它的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美国的所谓的货币国际的货币储备，美元是从8级一直降到现在今年只有56点多，其他货币往上升，也就是大家对美元的信任越来越低，叫 credibility 信用嘛。信用有一样东西显现最明显，就是何龙你讲的，美债去年在讨论是36兆，欧债危机之前，金融海啸到欧债是10兆，一下涨了3倍多，今年40兆了啦，年底看有没有40兆，其实现在谈的是39嘛，对，这就是 credibility， 你就知道去年10月，中国就故意在香港试了一个同样用10年期的美元计价的债券，结果认购率是美国的将近10倍。请问一下，大家对你中国有信用，还是对你美国有信用？你今天再制裁人家，再不准人家用，人家不经过你的货币就可以透过其他管道经过别的货币起来了。你这个叫做dollarization， 就去美元化就会被达成，美国会被怕，他非常会怕，因此他做了这个。你认为他精算吗？我认为他不是精算，他是必须做的路。虽然说这个去美元化不容易啊，但是刚才综合聂老师还有几位老师的分析啊，其实看得出来是美国最近的一连串动作呢，无非就是希望要牢牢的稳住美元霸权的地位。那除了在金融上要维持霸权地位呢，军事上呢仍然认为自己是霸权，这个心态不改啊。我们等一下就来谈谈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2026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那在这个礼拜呢，正式登场啊，美军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领衔，在珍珠港的西卡姆联合基地这边停满了各国的军舰。6月24号开始呢，展开1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总共有31国参加，水面舰大约有40艘，那潜艇是5艘，140架军机啊，还有超过25000名的官兵。环太平洋军演是从1971年开始，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届，那也是美军跟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平台，当然也是印太区域防范侵略、维持自由开放秩序的重要一环。而环太军演联合部队的指挥官就表示呢，美军奉行以实力求和平，也强调嚇阻就是透过实力维持和平的方式。好，现在这个环太军演登场哈，美军这边特别强调说用实力来求和平。不过外界常常也形容啊，环太军演呢常常就是一个像大拜拜式的哈，就是跟印太的盟友举行一场联合军演。每2年一次的环太军演，究竟要怎么去在其中找到看点？聂老师。OK， 我刚刚讲到一只老鹰，它的翅膀很怕这个毛慢慢掉落了，而且翅膀育正无力。第二个呢，它这个爪也开始弱了，你知道吗？它可能手也伸不直了，也怕有问题了。它需要人家来协助它一起呢伸到海里呢做一些它想要的动作。不过我先讲一下刚刚讲的时间点，大家算一下，1971年到2026，今年55年哦，不是短日子，一个人能活多久？30次。那这里面在之前其实是有中国的嘛，大家知道，不管早期有中华民国或者退出联或者中美建交，重点就是这中国在里面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是2018年之后，卡掉了中国5次没有受邀，这个问题我讲给大家听，我的认为是，大家听得出来，55年30次，这不就是明显的例行的环太军演吗？需要太紧张，需要想太多，不用谈。但是时间点不太一样 ，timing 有变啊。从2018到现在，一个国家从2001加入 WTO， 极低的汇率赚进世界贸易财，从1兆、2兆、3兆、4兆，2014年突破4兆外汇存底 ，GDP 也急速增高，军事航太全部都提升，科技 AI 现在都到一定到位，甚至遍地开花之下的中国崛起。这条龙 muscle 已经练到不一样，而对岸的我刚讲那个爪已经落之下，他要不要秀他的 muscle？ 我若不秀我的 muscle， 我跟你讲，对岸已经看不起我了。他要做的所有动作，我都可能要以后都要求他。你看，川普现在他到那个 G7 去开会可以迟到，说 I'm boss， 到中国去不敢迟到，而且都讲好话，都用伟大来形容，伟大国家、伟大的领袖。这是有变的，因此他必须秀我是有实力的，他还是有在环太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是你要知道，这环太是全球是最大型的这个，而且最大型的这个军演哦，是，而这一次算是史上最大规模，是创纪录的。各位想，你刚刚讲到人数25000人，这一张海上舰艇40艘，海下的潜艇5艘，45艘，这是大规模，由福特号领军。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说不好听，美国还是 leader， 可是这些40几艘都是各国的31个国家，这表示他要号召大家说，我霸权还在，你们要听我的，跟我一起秀马手，我们一起去抓鱼吃，这样子的话不会被人家拿掉，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个 timing 已经显现出美国有在畏惧崛起的那条龙。OK， 那当然，他目的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刚刚讲的，他现在有个韩国这个作为这个所谓的海上这个指挥官，对不对？他讲到用实力来维持和平，这是事实啦。但实力到底有没有实力？为什么特别去强调实力？要31个国家来结合实力。他强调是怎么样？要对区域潜在的威胁做联合嚇阻效果。请问威胁在哪里？讲白，他们认为就是那个更有实力的出现了，就是剑指中国大陆。对呀，剑指嘛，不点名也知道了。第二，当维护印太的自由、安全、开放，这样子就维护了吗？其实我还是怀疑，讲不好听，例行的军演，但是美国必须带领他的效力，秀马手。重点是这些国家是不是将来都一定听美国？这还是一个大问题。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哈，3个字：秀肌肉啊，这规模越来越大。不过呢，我们在外行，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靖哥，你看出什么门道？是这个，就是王定宇啊，这个在这个就是立法院这个就是说质询，然后呢，这个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就
这个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党，都已经套好招了。同个档次的。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国防部幕僚单位，他前面有个电视荧幕，打出来什么他就照念而已。你问问看，顾立雄知不知道这个？譬如说，这个叫做勇敢之盾是2006开始的，而且是美军内部整合3军战力了，他不懂。你问问他啊，这个坚毅之龙啊，也不过是2021年开始了，是美国这个海军陆战队的第3远征军跟这个叫做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联合演习，他也不懂，他只是照着那个荧幕来练，然后自由时报，然后就跟着这样去了，这个就是报道。我们要知道这种的演习啊。环太平洋演习是个大拜拜，最主要是军事交易，然后建立这个大家见面3分情，建立很多后续交往的关系。那有很多研讨会，也不光是只有操演的科目，这个真正的哥们操重要科目，一般人操一般的这个就是说简单的科目。但这2个演习呢，这个他操演呢，基本上不是按照一个既有的作战计划去验证，他每年都要想一个故事，然后照这边来演习。那美军跟韩国的操演呢，那可就是严肃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印太地区太平洋总部里头只有2个现在已经写好的作战计划，一个作战计划就是韩国有事变编号是5027。另外一个呢是北韩政权突然垮台，这个美韩这个联军怎么应付？编号是5029，那个就是真正的作战计划，然后照着来练兵。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些都是行的，写一个想定，写个故事，然后每年操，经验没办法累积。但是美国跟韩国的操演，那是一点一点要经验，要验证，运多少弹药。打多少弹药，要多少的部队调动，那个都是原先写好的。我们今天军事的计划，从指挥官的判断，然后作战的构想，然后再到基本的计划，到完整的作战计划，那个是要投入资源的，这些是作秀。不过你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这2天其实北韩也有一些新闻，就是北韩的这个武力威胁确实让南韩很忧心啊。那当然，这个刚才也提到说，国防部长顾立雄呢，他是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说，与其关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不如先把重点放在坚毅之龙跟勇敢之盾。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这2项军演就是坚毅之龙跟勇敢之盾啊。那么坚毅之龙呢，其实是这个大规模的实战训练啊，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他们在20号呢就在熊本的陆上自卫队的驻地，这个军队的驻地呢举行这个坚毅之龙这样的演训，训练目的当然是提升岛屿防卫的熟练度哈。那么演习呢将会在九州跟冲绳各地演练到30号。勇敢之盾呢，则是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主导，在日本关岛、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跟澳洲等地同步展开。它要集结的是美国、澳洲、日本、加拿大跟纽西兰等国的兵力，演练海陆空、网络还有太空等多项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了，其实同个档次。那些都是作秀的啊，不像美国跟韩国，美国、韩国那个是硬碰硬的，把那个所有作战计划每一条要验证的。所以重点就是在你讲的，其实我们要看的演习，其实应该是看美韩之间的这个作战演练。打假球跟打真球的差别就在这里。那个呢是有2个，我刚刚讲5027跟5029，那个是实打实的作战计划。那个每一个都要验证，这些每年要想个故事出来验证。那您刚刚提到说环太它有所谓的核心跟这个周边的，对，核心的是指美日菲吗？不止。这个澳洲、纽西兰都算，这个非还是在稍微外围，让它沾点边而已。所以我就知道，你要了解这个所有的五眼联盟，还有很多的核心的那个是比较难的科目，而且他们有共同的军事准则。那至于外围的呢，那就是作秀式的，大家非常欢乐了，然后呢，这个 party 要办得很好，接待要弄好，这个就是各种的参访要弄好。对，那个真正操的那个是等人家走了之后，这些人真正的哥们再一起来操。就其他周边的，就是把这个 party 做大，就是规模做大啊，秀肌肉。那在环太军演开始的前一天呢，我们看到6月23号这一天，也看到中方有一些动作。
大陆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也就是福建舰呢，由北向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在6月22号这一天啊，这个辽宁舰的编队也才刚完成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回到了母港。山东舰则是保持在这个南海的战备状态。那3艘航母呢，在时间跟空间上都传递出强烈的战略讯号。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是，美国在验证，就透过这些军演，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验证的是什么呢？是联合作战能力。而日本呢，在验证的是第一岛链防卫战略。中国大陆呢，则是持续的推进航母远海的部署啊。好，所以美军的战略想定呢，是把解放军锁在第一岛链内，就是不让他们突穿第一岛链，甚至威胁到第2跟第3岛链啊。但是，即便说把日本、菲律宾，甚至是台湾推到了第一线，然后让美国呢在第2线，在后面，现实上也很难够达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使你怎么看？就是东风导弹系统，就是说你从海上拦，你从陆上拦，它是从天上过去，所以事实上的话，这次是6月24号嘛，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年度大演习开始啊，大军演开始。环太军演开始要演38天嘛，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反应啊，先发制人反应是在6月20号，6月20号，他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播放这个大陆试射东风17，所以飞弹是关键，飞弹是关键啊，东风他没有打再远，东风17呢，它是多就是说多地发射，联合多地发射，联合作战。然后呢，这个多地发射还强调这个机动性，发射的机动性，它很多是就是说，这个有那个飞弹的拖车拖到那边，一放下来以后这个很快就发射。它可以换不同的点，它不是所谓警发式，警发式不是，所以它都是机动式的，然后从不同的点，那可能这边这个是这个，甚至可能是北方。这个中部、南部各个不同点打出去，然后形成这个火网。那这个东风17呢，其实它的射程是1800到2400，然后呢，它的末端的速度是10马赫，然后有变轨能力，就是说你无法拦截，所以这个一算正好打到关岛。那不是第2岛链，所以第一岛链形同虚设啦。对，那就是说你要讲突破这个第一岛链的话，另外就是这个航母啦。航母本身就是一个浮动的飞机场，它的这个打击力量是非常强。那还有第3个就是水下的作战力量啦，就中国大陆的这个094啊、095啊。这种前舰，对，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美国担心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在实际做了，就是把这个第2岛链加强，可是看起来第2岛链也不是什么对大陆目前的战力来讲，也不是什么难事啊，所以就是说，打仗不是拼怎么样，拼那个人数啊，拼这种你这种人海战术啊，现在打仗都是点穴，噼里啪啦就把你的重点都给你消灭了，你就没有战力了。那还有就变成就是说，我们认为导弹怎么讲来，最重要的导弹要具备威慑力，就是说一定要无法拦截。你如果可以拦截的话，你这导弹，比如说那个就是亚音速。然后呢，你又不能在那种大量的高爆弹头的，你说在战争的时候，那个大家要决胜的时候没什么管用的，那你就要这种无法拦截，然后呢又可以带各种不同弹头，看它的爆炸威力那这个才有威慑力啊。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要向，特别是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说你弄你的军演，那我也演练我的飞弹，然后呢告诉你的是说，你敢进到这个海域呢，你就准备要接受挨打的份所以这也就是刚刚提到说，既然如果未来这个突穿第一岛链成为常态的话，那美国的防御在战略上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金哥，你觉得？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大家用演习互别苗头也是在传递政治信号。但是就整个而言的话，
就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制海权的维护是一个经济的问题。那真正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美军现在所有军事的部署，跟它直接经济的航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进出岛链的演习是针对的假想，就是拒止万一台湾冲突，拒止美国，这个是摆明的非常的清楚。对，但是呢，它经由最近的这个辽宁舰的这个是跨越岛链的演习啊，它在最主要是测试出来这个日本跟驻日美军它的这个情报侦收跟监侦的能力。那我们都发现日本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有很多的资料，它一下就是开天窗了，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警讯，也就是它的反情报以及它保守行动隐秘能力越来越高。这个会产生战略吓阻的效果。OK， 您提到日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聊。日本最近真的很伤脑筋，因为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这个部分呢被中国大陆卡得死死的，一直在苦思突围之道。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大陆持续把稀土作为对付日本的重要战略筹码。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最新公布说今年5月份看到中国大陆出口日本的稀土磁铁只有123吨，比起4月份大幅减少了34.6%，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显示中方呢从今年开始强化军民两用物资的项目出口管制之后呢，这个相关措施已经开始冲击到对日本的供应。与此同时呢，这2天也看到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中日又因为稀土传出的敏感事件，就是日本共同社报道呢，有2名日本公民今年5月份因为涉嫌违反中国大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跟物品罪嫌呢，在辽宁的大连遭到海关的拘留。外界研判被逮捕的这2名日本人是疑似试图携带正被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从中国出境，引发了北京的强力执法。而这起事件也让日本企业对于到中国大陆投资还有营商的相关风险再度提高了警戒。好，那中国大陆呢，我们知道它针对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其实已经祭出了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聊的像是钨还有像是钼。可是我特别帮大家整理了一个资料，除了这2项关键金属上面稀土元素就不用说了下面关键金属除了钨跟钼以外呢，还有包括什么呢？锑、钴、镓等等还有什么锂呀、钛呀，都是。那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呢，中国大陆管制的稀土还有关键矿产超过20种，涵盖高科技跟工业核心材料，它对日本的冲击会影响到包括汽车产业、半导体跟电子、面板，还有电池产业、航太工业、精密机械、工具机因为光是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钨跟钼呢，就是工具机用来作为这个就是生产制造非常重要的这个刀具。好，那我要问聂老师的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北京一方面收紧稀土的管制，一方面加强执法工作看得出来稀土这张牌对日本真的奏效了。您怎么看这个把稀土纳入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工具，它背后的思维跟手段？会奏效，真的是不是真正奏效，我们还要再wait and see 了当然，这个中日发生一些问题之后，尤其高市上来讲到台湾有事之后，当然中国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包括从刚开始的时候在海产上的这个经济制裁，还有人流上的这个我们讲旅游的限令之外，那当然我觉得中国所谓到的一个太强，他手中握着太强的一个核心筹码，也就是他的我所谓的致命王牌，就是稀土。当然还包括这些关键材料。刚刚的这个何龙非常用功的准备了17种稀土，这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还有8种矿产，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一个国家让它能够举直不前，然后投入原地打转的很重要的一些矿产。那你说，大家这个一个国家是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曾经是一个资本大国，在资本才做的这么的前卫的一个日本，你觉得他会因此就收手吗？不会。我们知道他没有这个储量，他会去找。他找到哪里呢？蓝鸟岛，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深海6000公尺，
的确有多少呢？号称有16000吨的稀土，这个稀土跟各位报告，全球是1.2亿吨，它就占13%。当中国有4400万吨了哈，当然占的是37%。不管怎么说，1600万吨可以维持它100年生成。是。但重点来了，不是储量就重要，产量很重要。你能不能产出来？它的挖掘能力非常难度非常高，这都是口号认知战。我刚从日本回来，东京很多朋友日本人都被告知他们找到了，很快可以找出来，错，不可能。第二个，成本很高很贵，全球都嘛知道，你去挖挖看，6000公尺你要挖多久多贵，还不如假设中国一放，我告诉你，你的成本可能会是中国直接买的2、3倍。当然希望中国啊，当然你也不能求中国了，希望中国对我们好一点，日本只能这样子。所以这是致命王牌。那你刚刚讲是不是卡得死死的？从这个角度就卡得死，所以日本苦思，对不对？其实都不是重点，产量就产出来了。精致冶炼，你有没有想过，这才是重点啊？许光宪从美国对不对？1951年回去之后，他去劳改营，在1972年被找去研发稀土以后，5年后1977已经把这精致冶炼做到位，到现在已经有91到93%的精致冶炼功夫。对，全球只有中国啊。日本就算挖出来产出来了，就黄金山找出了沙，一堆金沙，弄出黄金，你能弄到99.9、99.7吗？难度很高。我跟你讲，缓不济急，所以。真的是卡到了，日本苦思也没有用。日本做了很多动作哦，10几年前记得吗？2011年钓鱼岛事件发生什么事？日本也被卡过，那时候还没那么严。他跟澳洲去签了所谓的日澳所谓的稀土共同开发协议，签了技术合作，有用吗？很难，经济也没办法。对，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啊，真的是重点。这个王牌中国握在手里。他还没有说一定把对方打倒，只要对方看对方怎么做，他就有办法做下一招，让对方真的起不来。是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哈，正好呼应了这个图上面的，就是说，其实这张图呢，简单来讲，告诉大家的是说，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牌还没有出，然后呢，日方呢因应策略是什么呢？一直要找多元供应的来源，因为被卡住了嘛。对。那另外呢，就是要推动国内资源开发跟回收技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然后加强跟美欧合作关键矿产供应链，像澳洲也是嘛，哈。但我补充一个，你刚刚讲到海底，你刚刚讲回收的是最可笑的，他们找到电池里面可以抓出来，教练，你知道的成本多高，能弄出多少吗？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认知战。其实简单讲是4个字啊，缓不济急啊。但是怎么办呢？现在被卡住了，所以呢，也看到中日关系也从年初以来啊，其实就是不断的降温啊，这可以说是降到新的低点。彭博在这个礼拜也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甚至还传出他并不想在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这个 APEC 领袖峰会期间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原因呢就是不满中方针对高市个人的批评言论啊。但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习近平他愿意见高市早苗吗？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好，但是呢。日本驻中大使呢金山宪治啊，在接受共同社的专访时，他则表示，他说领袖会谈对于改变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仍然将继续的努力促成 APEC 期间的中日领袖会晤。那么现在在美中战略竞争持续这个升高，经济安全议题又凌驾在经贸合作的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也在看是中日双方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有可能回温。那么关系现在降到了新低点啊，但是有一句话嘛，就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是这样吗？就是中日关系接下来一直到年底前都没有机会回暖了吗？当然有啦，那个高市下台就回暖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吗？对啊，高市现在日本这个国内在传闻。自民党受到这个日本的产业界极大压力，还有他们一些元老的派阀，他们正在想要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高市事实上话很作为越来越争议嘛，他自己很多丑闻也出来了哈，所以有一个传闻就是说，很可能就是说麻生啊，还有这些这个岸田文雄啊，他们这些实力派啊，透过派阀的情况，可能就把在党内的话。把这个自民党这个主席从这个高市早苗头上拿下来。现在传闻是这个林芳正，林芳正，他基本上他是比较温和派啊。现在日本走这个极右，对，还有军国主义路线啊，新进军国主义路线，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主要受到伤害的就是日本的产业界。现在这个几家公司现在都有问题啦，这个信越化学。
然后做这个六氟化物的几家日本的大企业，甚至日本的三菱都现在产线都出了问题。那日本方面产经界是非常慌张了，所以他们已经派了好几个高级代表团去北京，基本上都没有被见，大陆都不见，可见这个事情是很严重。那日本的经济状况如果在稀土问题不能解决，如果持续到年底的话，日本有这个研究机构的预测是大概125万个工人要下岗，这个是很严重的。再加上日元的这个不断的贬值这个也造成日本的这个经济国际收支上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所有进口价都变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说，真正面临问题，倒不是中日关系，而是高市早苗对日本的政治来讲，他要什么时候让他下台？他要先处理内部的。对，什么讲？现在就是说，已经就是说，有人要走温和路线的。那你说中日关系如果说要能够得到解决，日本一定要派一个比较温和派的首相。这个极右的首相基本上对日本杀伤力太大了，无解的。无解的。所以事实上的话，日本也不是没有这一些对中国大陆采取比较不反对、不反华的态度，比如说鸠山由纪夫、河野洋平、石破茂、二阶晋博，那这些人过去在民粹主义之下都比较受到，可是问题就变成商业利益的跟经济利益生存危机的时候，经济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不同主张的派他就有机会啊。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麻生这些元老派正在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日本的经济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前景吧。大使提到了这个鸠山由纪夫他是日本前首相这个礼拜呢，我们也看到他在21届的济州论坛上面，他就认为说高市早苗应该立刻的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且道歉，而且他也说高市呢，这个显然违背了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当然，不过在高市早苗这边呢，他还是一样，现在态度似乎还是很强硬。不过虽然看到他最近这个民调不断的下降但是立场目前还没有什么松动。而且他也提出了长达14年的国家投资计划，他规划呢到2041年要投入超过370兆日元。重点锁定 AI、半导体、国防、太空还有造船这些战略产业。那其中呢 ，AI 跟晶片投资就超过了100兆日元，希望全面提升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冲突就凸显出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所以日本防卫省呢也加速在建构反无人机能力，计划在2027年之前，在军事基地、雷达站还有舰艇这些重要设施部署自主拦截无人机。根据 Defense News 的报道呢，日本防卫装备厅呢即将要展开相关的验证希望能够缩短采购流程，加速无人机的量产与部署。好，那么2026年度无人机的预算呢更提高到了2770亿日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1倍。这反映出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正在全面的强化智慧化作战能力。不过日本把无人作战部署列为他们未来国防发展的重要核心背后当然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包括了少子化，或者说看到了现代战争形态的改变，还有哪些原因？金哥觉得？我想这个整个社会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你现在所念的很多东西都是日本媒体的报道，那我比较要强调的就是您刚刚讲到它有很多的投资，那它到底能不能做得成无人机也好，晶片也好，或者无人的战舰，或者说是这些防空需求什么这些？我想，假如有足够的需求的牵引，然后以及提供供给的驱动力，那任何可能性都存在。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要筹措那么多的资源、跟资金还有预算投入，我觉得你现实去评估一下，其实是不太可能。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日本整件军备它有它长期的脉络。那我们呢，今天看到这几个，东一个西一个，这个系统那个系统，你要从整体来看，不能就是说只看这几个面向，不能看单点。那马上7月份。现在是6月底，7月份有一个重要的文件要推出来，每年的7月份就是内阁要经过内阁决议出来的国防白书，有国防白皮书，那上面就跟个流水账一样，它除了本篇会详细的解释各种的计划之外，它的另外2个附件
也会将所有的决策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我们呢要知道，日本政府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国防决策经常是这个，就是我们总统在华盛顿邮票先去这个对美国宣布之后，再会来开这个会议。日本不一样，日本做什么东西都有长期的，什么中期防啊，然后它的战略构想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说，与其在这边去追逐这个日本媒体东方化、西方化这些消息面，不如去看7月份那个真正的就是经过内阁决议，因为他从2月份呢，就是草拟完成之后，这个所有的内阁阁员他的幕僚都在审议这个东西，所以要7月份那个国防白书出来，我觉得那个是最可靠的基本盘。那您觉得日本未来在空中跟海上就是在无人化的这个作战系统的部件战略的重点，简单来看的话会怎么？我认为基本上来讲，这是每一个的国家都会去走的东西，但是呢，那些东西必须显现在一个完整长期的计划。它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了，在我们这个自己我们的体系之内，今天想到一个需求，明天想到一个需求，那都是跟着这个就是说消息面在走，都在炒新闻。日本不是这样的国家，对，日本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强调，宁可去等7月份内阁决议的国防白书来看，不要跟着今天共同社发个交集，明天产经又来一个传闻，那个都不可靠。OK， 等一下回到节目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比拼 AI 的算力但是算力的根源其实是电力，中美两强之间的电力比拼又是如何？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这一段，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呢，这个礼拜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中国机遇2.0，直球回应了这个近来西方国家不断炒作的中国冲击2.0。李强强调呢，中国大陆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他也反驳西方的质疑说中方企业呢都是靠政府的补贴取得竞争优势。李强说，中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靠的是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供应链，还有激烈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他也提到，现在呢全球创新联动程度前所未有。但是各种的逐强射垒呢，科技封锁也是越来越烈那所以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还有产业变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这一番话不只是在谈贸易，当然也是在谈科技秩序尤其现在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他们强调是开源模型。从 DeepSeek 之后呢，中国 AI 业者不断的用低成本、高效率、开放式的技术路线挑战美国封闭式、高成本还有高算力堆叠的模式。所以大使您看这个李强特别在这一次的达沃斯，就夏季达沃斯论坛，他提出了中国机遇2.0，是在提醒以美国为首包括现在连欧盟都是如此因为最近欧洲也想要这个，特别是推出一个欧版的301来对付中国大陆那对于这些西方国家，中国大陆要提醒的是不是说，中国以前从世界工厂到变成市场，到现在变成一个中国平台所以在转变的同时，西方必须也要跟着调整的思维是什么呢？对，就变成就是说，其实 AI 到最后还是在商业市场做竞争对，最后的成败它不是走这种高大上，在少数人在使用。那你必须要得到广大客户，这个客户基本上已经是跨国界的客户了，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就直接就使用了那所以在成本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你的功能上接近的话，最后就是成本。对，我看过一个数字，那个 DeepSeek 的使用成本跟 ChatGPT 的使用成本差14倍。也就是说，你用这个 ChatGPT， 你要花比用 DeepSeek 贵14倍的价格。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很多地方上来看，那美国感觉很恐惧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你能够降低这个成本的话，有很多这个原因你也不能都说中国大陆是政府在怎么样。
在补贴，或者用这个市场来垄断哈。那其实最主要还是就是说你的技术方面、科技方面的采取的路径的不同，所以这个 DeepSeek 它不是靠大算力，它基本上现在已经走另辟蹊径了。它的这个算法不同，用改变算法的方式降低对算力的需求。那其实在 AI 发展里面，其实最烧钱的是算力，不是算法。算力的话，你现在去买一下，你去那个黄仁勋的这个 AI 晶片，哇，越来越贵啊，对。然后你的伺服器的价格，你使用这个 NVIDIA 的芯片的话，也是越来越贵。而且未来还有一个很贵啊 ，tokens 是非常贵，而且呢，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电力，对，电力也越来越贵，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整个如果架构在美国的这个 AI 的算力基础上的话，那你就是说你的竞争力会有问题。中国大陆我觉得就在整个这个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基本运作跟这个算法的基本运作之上它取得了一个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对，它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将来两种系统竞争很重要的一个决胜点。就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路径未来中美两强比拼的就是 AI 当然比拼的是除了算法以外，更重要的是算力。不过呢，包括马斯克跟黄仁勋都提过他说 AI 的尽头是算力，但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到今年5月底为止呢，中国大陆的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年增是11%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的总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中国不只是发电装机总量大，那现在在水电、风电、光电、核电还有新能源这些领域呢，也都形成完整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大陆有一套全国一盘棋的电力跟算力调度能力比如说东数西算呢，就是把东部的庞大电力算力需求对接西部的能源跟土地资源。另外呢，大陆国家能源局也表示呢，新型的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已经发布了。总体目标呢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那风电还有包括太阳能发电装置的比重会超过50%。好，而且还强调说，大陆西部未来不仅是呢要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外送产品，刚刚我们讲 token 要加力的来推进这个吸能吸用。对照中国大陆这边，那我们来看美国这边呢，当然也是受到了这个缺电的压力川普政府跟 AI 巨头呢同步展开了行动，要来补足电力。像雪佛兰呢，就跟微软签署了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那另外是美国能源部呢，提供17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来协助采购核电关键零组件，加快新核电厂的建设。目标是在2030年前呢，有10座大型核反应炉来兴建。这边也有一个图表帮大家整理来看中美的算力跟电力，特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力大比拼。中国跟美国来看一下在发电的部分呢，中国的强项是快速扩张、绿能领先，美国能源多元转型加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强项跟弱项。好，那送电的部分呢，中国大陆这边是特高压技术是领先的，跨区的调度很强。美国这边呢，老旧电网不断的想办法升级。好，配电也是配电自动化，中国这边那数位化的推进，美国这边是分散式的电源兴起。好，那厨电呢，这个厨电规模，中国大陆也是全球领先的有成本上，刚刚大师讲到 cost 这个成本上的优势。那美国这边呢，只能靠技术创新或政策驱动。好，简单来讲，这个详细的资讯重点是这个下面这部分。中国大陆的优势呢，就是规划集中、执行力强，然后呢，从这个基建的速度很快。美国的优势则是呢，技术创新强，能源市场灵活。而这个美国挑战呢，是说电网老化的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那中国大陆这边的挑战则是呢，区域发展不均部分地区的消纳量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才会想到东西区的这个互相的调度。好，那聂老师我们说拼算力之前要先拼电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就是比较给大家看，您怎么看？就是说在整体的电力战略规划上，中美两强各自的盘算。好，我们刚刚私下讲到一个叫 token，
所有懂 AI 的、懂科技都知道 token， 其实算力跟 token 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任何一个，你不管经过哪一种生成式 AI， 你只要去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 每个资源就是一个 token， 它的 token 每一个都要经过计算，那就是算力。你知道现在是量体之大，不管大人小孩，小孩甚至把它当成玩具，它的 token 不断的需要后面继续算，那需要非常大的电力来支撑。台湾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未来电力嘛。当你台积电新的厂出现之后，我跟你讲，台湾电力真的会不够。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对岸中国哈，你自己想一下，我们刚刚讲了几个，你刚刚提到几个东西很重要啊。东西大陆很大，14亿人口哈，地形又西边高，东边低，有非常多，一定会片面布局不完整，很难做到的。中国都做到了。过去你有没有听过南水北调啊？南水动到北边去，还有北电南送，西电东送都听过。还有一个更重要，很少人听过，10几亿人都在玩手机，所有的算力全部算到天空，要云去接。云在哪里啊？全部会爆掉，根本会塞车。它东数字哦，西算。到新疆去算，这个很重要。现在又来了一个西人东送，这个非常重要。这是“1555”计划里面讲的，非常重要。它叫能源产业布局要双向优化。请注意，中国它的所谓的5计划，从1950年开始的，以前要叫，现在叫规划。“1255”规划，15年前，2015年，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号，叫做要将中国未来所有的工厂黑猫变绿猫，做到了。现在不但做到绿能电动车什么世界第一，现在这一次更重要，他要把所有东西叫做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对，我就讲快一点。你刚刚讲那个比邻啊，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中国除了你刚刚讲规划集中、执行力强，基建当然基建除了一般基建，还有所谓的科技基建。你刚刚讲重点就赢在2块，速度快。第二个还有没有讲到，除了它成本低，刚才讲到成本低，光个速度快、成本低，赢过美国。美国很早，不管矽谷它的，你刚刚讲技术创新讲，的确很早就讲，还在创新。可中国呢，从基建从各种起来，它已经这样突破，光从速度，你说两边都有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还在直线陡峭向上。美国只是一阵一个，有点像波动在浮动，所以会有一个这个交叉时间，也就是我觉得你要说这2个地方中美来比较，我觉得未来啊，中国只要稳定的走，那当然美国现在要制裁中国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没有办法制约到他那么的想象的话，将来还是有问题。我最后还加一个，中国强还在它的规划非常完整、非常全面，还有它的产业供应链，其实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电能，你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发电、送电、配电、储电，它是整套系统都很强，尤其储电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中美2国都在布局啊，但是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调度的问题啊。另外，因为刚刚这个靖哥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你说这个电的问题你也很了解啊。我想电网升级未来会不会是整个 AI PK 的重要关键之一？我想还是要提醒一下，电力供应啊，只是在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你少这个不行，但并不是代表你有了这个就完全就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个千头万绪有更多。中国大陆基本整个电网啊，除了你发电供电之外，还有一个是电网。就是配电供输，它有一个国家电网，还有一个南方电网。南方电网是怎么出来的？当年广东省电不够用，广东省说我要建一批电厂，那中国大陆是一条边的，说不要。那现在把这个南方这几个省，因为他们都有多余的，他们跟你弄成一个电网，我们还有一个。那国家呢，还有一个内蒙古，还有个内蒙古。那东部的蒙东是国家电网，蒙西是的。你要知道，电网之间它有供需落差，还有价格矛盾。蒙西电厂当初跟陕西电厂还全武行打起架来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复杂千头万绪。那我要强调，电力只是必要条件，不要以为有电力强就所有问题。